我们俩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至今结婚1年了。1年来，我没有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、体贴和照顾，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。我对他说的任何话、任何解释，他都听不进去，只是在一味地指责我。他除了对我猜忌，就是怀疑，我们俩之间已经缺乏了最基本的信任。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沟通，也找不着共同的语言。我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安，23岁，来自吉林，服务员；女嘉宾小高，23岁，来自黑龙江，自由职业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对面这个男生跟你是什么关系？夫妻。结婚多久了？结婚1年。今天谁要来的呀？我要来的。来干嘛呀？他从结婚之后跟结婚之前变了一个人。我俩结婚之后不到1个月，我发现我怀孕了啊。但是他的做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对我不管不顾，回家躺着就会玩手机。我让他给我倒洗脚水啊，你不会等一会儿吗？后来就是我睡着了，他也没给我倒。哦，孩子怎么样？孩子已经都被让他气得已经流产了。自己流掉的还是？他气管不好，然后我拖。我连站都站不住。还有吗？我要是晚上睡着了，他会从我微信里头偷钱。这叫什么偷钱？你这个词儿。准确说就是我微信密码啊，还有都是指纹解锁，他全部都知道。你动钱的话可以，你起码你在我没睡觉之前，你跟我说一声，连人说一声都不说一声。第2天早起来，我还得自己翻那个微信的转账记录，我才看着。你怎么像防贼一样啊，姑娘？我不是防着他。今天假如你给他100块钱，等到下午的时候或者晚上，你就会接着电话，你再给我发100，人家没够花。那不我是为了就是第2天早上是吃饭，我坐车啥这个钱。你这管的也忒紧了吧？是。不管得紧，开工资3天乐，请朋友吃饭，朋友过生日，比我媳妇过生日都好。给朋友过生日花600多块钱，给我过生日就给我买了一个蛋糕，花了38。这你也比啊？不是说比，起码就是说对我一个态度都没有。你经常从你媳妇那儿偷偷的拿钱吗？我这词儿我说的我都不别嘴，你知道吧？没这么问的啊。也不的，反正有时候他。你1个月花多少钱？你1个月也就是1000多吧。你1个月开多少钱？1个月开3000，还行啊，数不大呀。那1000块钱，他都说少的了，背后我给他搭多些呀。就他没说实话是吧？对。行，这就算花钱大手大脚。最可气的就是他开完工资没给我，隔岸上自己买了一个手机，告我是他同事使用的，跟新的似的。然后告我钱放他姐那儿了，我管他姐要钱的时候，他说了，这人咋这样呢？没放我这儿钱，怎么还能说放我这儿呢？都是他对我干的事儿。啊，你撒这个谎干嘛呀？因为我要使那个旧手机是死拉卡，我寻思我跟他说了，我说买一个新手机，我怕他不让，然后就撒谎。对。
还有别的吗？然后就是我搁家养病期间嘛，人家我上医院检查说了3个月不能动弹。什么病？就是尾巴骨。哦，尾骨衰了啊。因为那个尾骨吧，就是我上医院检查了以后，都可能影响我生育。啊。他可倒好，告诉我啊，你得上班，你不上班，说他家里人所有人都瞧不起我。然后另外就是我要是对他稍微大声说一点话吧，他就说啊，你就不会对我小声说呀？我小声说话的时候，他一句都听不见。他在干嘛？玩手机。哦，玩游戏是吧？手机那游戏都比我重要。哦。他每次上班回来的时候，他要是不顺心，搁单位跟同事吵吵完之后不顺心，他回来得拿我撒火。咋撒呢？就是进屋之后，手机、烟、打火机都往床上一撇，然后我还得跟保姆似的伺候他，伺候不好了，就得说你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指的伺候是怎么伺候啊？具体点，给他做饭，给他打洗脚水，还是干嘛？洗衣服、洗脚都得是我。哦，洗脚也你媳妇儿给洗啊？也不怎么让他洗，有时候我累了，就是我自己泡泡脚。我累了回去就是把东西往床上一撇，也不是什么发脾气啥的。这是你们俩的婚后真实的生活啊？对。我现在就是感觉就是跟他过日子特别的费劲。你们俩谈了多久恋爱结的婚啊？谈了1年多，朋友介绍的。话说话算啊？那个大男子主义。他说话算啊？对呀，我要不他拿个钱都是偷，他说话算？你让我信谁呀？我这是我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得听人家的，要不听人家给你甩脸了。结婚1年给我提离婚就提3次了。你没同意啊？我同意了。咋没离呢？我要说去的话，他自己就缩回去了。这日子可怎么办呢？各位老师，你们给支支招吧。我们一起进入新瑶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其实，在我个人的印象中啊，早婚的失败率是非常高的。你们俩22岁结婚，才1年就闹到了3次提离婚的地步，所以，其实本质上这就是一个缺乏对爱情跟婚姻的认知的问题。你们现在需要通过了解、理解、体谅、体贴，不断磨合，才有可能改变。所以我觉得你们俩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缺乏信任。我信任他，他不信任我。信任是需要相互信任的。为什么钱他不敢名正言顺地找你要？他其实找我要吧，哪次我都给他。对啊，既然都给了，为什么还造成他要偷？所以我还是那句话，信任一定是相互的。不是你单纯你只信任他，他不信任你。我觉得你对他的信任也是有限的。
我再信任他的话，我估计我家里的大部分钱都会被让他去冲掉游戏里面了。你要再说，你会被怼死。不，本身我并不是要劝导你什么，我其实想说这小伙子，你得学习怎么做个丈夫，你好好得上这一课。我希望你们俩通过重新建立信任，找回你们之间的爱情，找回你们之间的亲情。信任就是再次感受到真诚，好吧？这句话送给你们。好，谢谢陈老师。沙大老师，二位好啊。哎，你俩为啥要结婚呢？为啥呀？我现在就没听明白，为什么要结婚呢？我一直在问我自己，因为你看你们两个人这婚后的日子过的，真的这日子就完全让人有一种窒息的感觉，死气沉沉。女生，你一直在说你特别委屈，表面上也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表情，但你说了所有的事儿，我没有觉得一件事儿是非常非常严重的。就说那个非常不幸，对你来说人生当中非常不幸的那件事，我觉得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。这话有点严重了，但是我觉得你永远都有理由，就是别人说什么的时候，你永远都有理由在等着。你从来没在你自己身上找过问题，这是你最大的问题。你现在心里之所以不平衡，是因为这个男人在跟你结了婚之后，你发现不对，他开始反抗了，我失去了控制他的权利，所以让你开始变得小事上一直斤斤计较。如果你把你的格局放大一些，你的日子可能就会变得美满幸福一些。如果你把你的格局变大一些，也许那个孩子就不会离你而去。就即使不离我而去的话，他天天回去就是板着一张脸，进屋就是。你也一样啊，包括你说话的语气、语态，面对你这样的表情一样的。所以两个人如果都没想好结婚之后的日子怎么过，都觉得稀里糊涂就这么过的话，我觉得这日子到现在为止可以不用往下过了，因为你们1+1小于2。结婚就没有任何的意义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沙大老师。包红兄，我此刻也确实很恍惚，站在我面前的是2个成年人，但我感觉你们2个真像是未成年人。我们说，从恋爱、爱情到结婚，它是一个瓜熟蒂落、水到渠成的过程，而你们2个人的爱情根本没有成熟。
我都要注意一下，现在的女生啊，成熟过早，我这个成熟打引号，管得太宽了，从婚前就开始管，一直管到婚后，你们就不嫌累吗？你为什么嫁给他呀？是因为他听话，你说的吧？对。管吗？只有一个管理者才会对部下说你是一个听话的部下吗？不是，婚前就很简单嘛管着。是不是你说的他听话？是他听话，你不发指令他会听话吗？不用啊。不用啊。对啊，他婚前他这么聪明吗？你觉得他的情商有那么高吗？你一句话不说，他知道给你做下一步做什么？你告诉我，如果他是这样的话，知道，算我错。如果他是这样的话，算我错。他真知道。你知道吗？他不用说话，你都知道他要干嘛。对。我向你道歉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我先道歉啊，我一定道歉。这件事儿就是这样，错了我们就道歉。接下来我就反问了，你情商那么高，为什么结婚之后你变傻了呢？大家听所有的事实嘛，都是傻嘛。他吧不是变傻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可能给你装傻。哦，他是装的。你就给我讲为什么一个好好的男人到你手里，他开始装傻了？他通过装傻能获得什么？他什么都获得不了。他能啊？他获得什么了？你告诉我他获得什么了？除了骗我就是骗我呀。对啊，他骗你，他有乐趣吗？他有啊。他骗你你骗他有乐趣吗？他说没有吧？那你那次，那你同事那么晚了叫你去玩台球去，我跟你说，我说让你领我溜达，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。你在婚前的时候有没有这样？他要去玩台球，他自己主动。他要去玩台球，你会管他吗？不管呢。不管，也就是我们可以推论出来，在结婚之前，你给他了一个宽松的时间，他跟你的交往是愉悦的，而在婚后，你把这个男人完全的时间全部都挤压起来了。从金钱到时间，你都把它管起来了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所以很简单呀，迷惑什么呀？他有他的问题，你有你的问题。如果我们一定要揪在这段婚姻当中谁的问题更大，那一定是你。错了。他的问题大。对，因为他是没事，不说了，姑娘，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，我第2次向你道歉。跟你聊天不说了，这个胸闷，然后还闷就闷都快炸了。陈浩，我跟你说还好，因为日子是他过嘛，他难受我也不难受嘛。我这个就是永远是这样的。我只请你记住一点，如果你在生活里面永远是正确的，对不起，你疯了。因为他毕竟就是说下班都是9点半了，10点了。所以我怕你了吗？我不说了吗？你看我都怕了吗？然后我就寻思，我们俩都不过日子，我都怕，我怕了，姑娘，你别说了，我怕了，我跑，我怕了，我真的怕了，因为你没有错的地方。我其实吧，错就错在于就是我婚后就不应该管他。不应该什么？我就不应该管他，一直不应该什么？我就不应该管他。啊？这不跟我说的是一个观点吗？怎么我说就是错，你说就是对的呢？谢谢啊，谢谢你第1次反思，啊，我认错也就对了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我想对你说是，你以后别再生我气了。我都会听你话，你要我做什么我会去做。因为你每次都是嘴上说，你从来都没把我当成一个媳妇儿去看待。我可能就是你找了一个保姆了。从处对象一直到结完婚之后，我一直在伺候你，我天天都在看你的脸子过日子。我真不知道以后我是否能再管着你了，因为你自己也知道，你自己开公司就是3天乐，乐完之后没钱了，没到开支日子，你还得请同事什么吃饭，都得是我去掏这个钱。我真没法。请亮灯吧。谢谢2位啊，请回，谢谢你们啊。来，请关门。就在
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，我会宠着你，我会纵容你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